老外疑惑：中国人真的会相亲吗？在中国相亲 vs 在外国相亲有哪一些区别呢？老外怎么看这个事情呢？今天咱们就来谈一个稍微愉快一点的事情。今天咱们一起讨论一下爱情。我只能告诉你们，中国人和外国人相亲区别还挺大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你们对相亲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还有你们有没有参加过相亲呢？就是别人安排的这种见面认识呢？你们感觉效果怎么样呢？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Marky 是我的名字，我是德国的小伙子，我现在生活在四川成都。所有的没有见过我的视频的朋友们，欢迎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分享。所有的认识我的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视频，毕竟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而且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老朋友，所以继续看下去。如果你们已经等不及了，准备好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Marky 又出现了，没错，我的朋友们，现在我已经出门了。然后 Marky 前几天的感冒已经好很多了，基本上已经好了。今天 Marky 要尝试一下，慢慢恢复健身了，慢慢的开始。这个可能也是感冒比较痛苦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不能去锻炼，不能运动，而且也不想吃饭，所以说这几天就感冒的这几天，Marky肯定掉了很多肌肉，肯定失去了很多体重，哎呀，好难受啊！那么说到健身，其实很多朋友们应该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 Marky 的朋友健身大哥，他怎么了？他在哪儿？他怎么不出现呢？这个其实很简单，人家还在自己的老家，已经差不多2个多月了，从过年那时候还没有回成都，那就是因为他们那边有疫情，他们那边没有办法离开，没有办法回来，所以说健身大哥也有差不多1个多月没有健身了，所以不只有 Marky 是过了一个这样的状态。但是所有的喜欢健身大哥的朋友们不用担心了，他很快就回来了，而且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了，因为今天的话题相亲，他就算是一个专家，他是一个中国朋友，所以他肯定也体验过这个事情，所以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他对这个事情、对这个问题的评价是什么。相亲真的蛮有意思的，相亲应该是在中国大部分年轻人刚刚毕业之后遇到的除了就业以外的第2个会有点头疼的一个问题。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还跟我的邻居一个30出头的一个女生聊过，就是相亲这个话题。那么她觉得主要的压力都是来自父母这边，然后她自己有一点点着急，但是她不是很着急，但是她父母就觉得这个是她目前最需要解决的一个事情，比她其他事情任何事情都重要。然后她已经就他本来可能对另一半他是有一些期待的，就是他对找对象还是很憧憬很向往的，但是他一直处于一个压力的一个状态下面，他就会本能的对这个东西有点排斥。我本来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你一来跟我说你今天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完成，怎么就有一种像给我布置任务一样的话语气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反而不是特别想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不知道马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没有。当然相亲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它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它的好处在于什么呢？第一个，相对于现在大家普遍工作时间比较长，就是没有太多的就是自己的时间去认识异性朋友的话，这个是一种非常高效、非常省时间，然后相对也比较靠谱的一种方式。啊哈，特别有趣，谢谢健身大哥的这个评价。其实说实话，跟 Marky 以前的经验，包括说跟其他的朋友的对话交流研究出来的一个情况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
基本上大部分的中国年轻人确实是工作太忙了，自己没有办法去认识一些女孩子、男孩子去接触、去建立关系、去找女朋友，所以说他们还是非常愿意去接触这种相亲的方式。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存在，那就是这些年轻人时间久了，他们就会感觉，哎呀，这个压力好大呀，因为天天被家长、被朋友们、被大家都催着，他们就会感觉很着急，很没有办法的一个感受，我也很能理解。那么中国这边相亲的一个情况具体怎么样？咱们在下一个视频再来更深度的了解一下。哇呀，哇塞，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长、很多阿姨，在一个像市场一样的一个地方，给他们的儿子、孙子给他们找对象，问很多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想了解对方的情况，想找一个合适一点的对象，非常有意思，也比较热闹，也可以了解，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那么重要，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还有点好耍，真有意思，可以。反正跟马 K 之前看到过和别人了解过的情况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就是家长一般比他们的孩子还要着急很多，他们要去给他们找，给他们疯狂的介绍，希望他们搞快点结婚，搞快点要孩子，就有一点点感觉把这个当成一个任务一样。那么健身大概在视频中也说的非常对，这个方式也是非常有效的，也是非常节约时间，然后也会开放一些新的渠道，就是认识别人的渠道。但是在德国那边，包括说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我们就没有一个这样的相亲的一个习惯。虽然说 Marky 也参加过相亲，就是别人介绍给我的一个相亲，我觉得还可以，效果还不错，还是得看介绍的那个人他了不了解你，他介绍的那个人行不行但是整体的体验还是可以。但是我告诉你们，德国的家长更加是德国的祖父母，他们才不会管这些，他们可能最多会问一下你，哎，你最近有没有女朋友啊？准不准备结婚呢？啥时候要孩子啊？但是他们才不会管，他们才不会去花这个时间去给你找对象他们会觉得好奇怪呀，他们会觉得我怎么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你好好自己去找吧。那我们德国外国的家长难道不会着急吗？其实说实话还是会，当然还是会着急，但是他不会表达出来，他不会想给你增加压力，他知道你到时间了，到时候了，你认识了一个合适的人，你就自然的会去想和他结婚或者生孩子等等。所以说他说这些他知道也没有太大的用，所以说哪怕他再担心，他可能也就最多会说，哎呀，你慢慢找吧，找一个合适一点的，不着急。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开心，你快乐。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差不多我们德国还有大部分的西方国家的一个相亲的一个地方，当然会有朋友或者家人给你介绍一些对象，一些朋友，也是希望你们可以认识一下，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家人家长可能不那么多，不会那么着急，不会管这个事情。但是呢，我的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又要结束了，但是结束之前也要给你们了。我想问一下，今天你们感觉哪一种方法要好一点呢？中式相亲，还是说国外的这种自由怎么开心怎么来的这种方式呢？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还有你们今天看到健身大哥还好着，你们开不开心呢？期不期待他回成都呢？反正 Marky 肯定是很期待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觉得今天的视频还比较有意思，今天的话题又让你们学到一些新的知识了，那非常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点赞、你们的关注、你们的转。现在 Marky 要说再见了，准备去健身了，把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非常希望你们在下一期视频又过来看看 Marky 去哪里耍。